咦，为什么我的主页会被改变了呢？不过算了，能用就行。money 正源源不断地流入我的账户之中。好久不见，这里是化学纤维，欢迎收看封装系统的骚操作系列。最近有许多朋友们向我反映说，自己的浏览器主页莫名其妙的改变了，或者是封装的系统什么都没做，浏览器主页就被劫持，但是又找不到在哪里被修改了。那么今天我就来教大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说，更改浏览器首页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篡改快捷方式指向的目标；二是篡改浏览器的配置；三是篡改注册表；四是使用守护进程。当你自己改动浏览器主页的时候，它自己又会帮你改回去。而大部分中招的浏览器使用的是 Chromium 内核，也许是 Chromium 市占率比较高的原因，反正我看到的火狐系列的暂时是没有中招的情况发生。好，那么先来说一下篡改快捷方式目标这种修改方式，这种恶意锁定方式。好，我们回到桌面。一般人呢都会在桌面上放一个快捷方式，就是指向自己浏览器的这个快捷方式。我们对它展开它的属性。好，在这里可以看到属性窗口里面有一个目标，对吧？它指向的是一个 exe。那么打开文件所在位置，可以看见这个指向的 exe 就是这个浏览器主程序。我们双击这个主程序呢，也是可以正常的启动我们的浏览器的。但是问题就是有一些恶意程序会在你的这个目标后面跟上一串 URL， 比如说百度.com， 保存之后修改完这个快捷方式，我们再双击打开这个快捷方式，可以发现这个快捷方式改变了我们浏览器的启动行为。它是先启动浏览器，然后再打开我们刚才指定在目标后面的那串 URL。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来检查一下你桌面的这个快捷方式的属性，看看目标这里是否只是单纯的指向这个 exe， 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恭喜你，你的浏览器的快捷方式被篡改了。那么怎么办呢？首先可以像我这样把这一段 URL 给干掉，然后应用确定。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彻彻底底的先删除掉你浏览器的这个快捷方式，然后打开到你的主程序里面，按住 Alt 键把主程序的图标往桌面拖。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在桌面创建连接，先松鼠标再松键盘。好，这个时候呢，这个快捷方式也是能正常的启动我们的这个浏览器的，只不过你需要稍微花些时间来对它进行一个改名操作了。好，那么这里就是说到怎么手动的去解决这个快捷方式劫持。那么如果你希望自动化处理，或者是你是封装系统的玩家的话，请看第二批视频，或者是按照屏幕上的这个时间点来进行跳转。我们回到第二种情况。好，那么回来说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通过篡改浏览器配置来实现主页劫持。那么拿 Microsoft Edge 来举例的话，受到影响的位置一般是在 Microsoft Edge 启动时，这个选项不再是原来打开新标签页，而是打开一个指定的页面。还有在开始按钮，也就是这个首页按钮被更改为一个恶意篡改之后的页面，这个 URL。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搜索引擎这个位置啊，隐私搜索和服务拉到最底下有个地址栏和搜索，我们点进去之后可以发现，在地址栏中使用的搜索引擎不再是原来的必应，而是被改成一个叫百度的东西。它字面上标着是百度，但实际上我们点击下面的管理搜索引擎，打开之后可以发现被设定的这个所谓的百度.com实际上指向的是一个叫跟域名是 p8.net 的东西，这跟我们所认识的百度相去甚远。然后受到影响的话， Google Chrome 似乎在谷歌浏览器 V100 版本之后，它自己会检测某些设置一旦被篡改之后，它会自动重置，我没有办法再复现一次当时的那些情况了。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通过重置浏览器的设置就好。哦，忘记说一件事情了，重置浏览器之前一定要先备份好你的这个收藏夹和所有的书签。虽然说重置设置的时候它不会重置这个，但是为了安全着想，请你一定要备份好自己的数据，好吗？好，我们点击重置设置，然后点击将设置还原为默认值，点击重置。好，设置已经重置，我们重新回到刚才那些被影响的地方看一下，点击地址栏和搜索，看到这里我们已经把这个重新重置回必应了。不过呢，这种方法似乎不是很彻底，因为那些讨厌的选项还在这里。
如果你是封装系统的玩家，或者是说你想彻底清除这些烦人的项目，请看第二批视频，或者是按照屏幕上的这个时间点来进行跳转。如果进入浏览器重置配置也没有办法解决，一样是请看第二批，稍后我告诉你一个硬核重置手法。再说一遍，记得备份你浏览器收藏夹里面的数据。好，那么我们继续回来讲一下关于通过注册表锁定你的这个主页的方式。目前这种方式能够影响的似乎只有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所以现在已经不常见了。主要更改的注册表键值有，我们先展开 HKLM， 然后往下找 Software Microsoft， 向下找一个叫做 Internet Explorer 的值，下面有一个 Main， 点击 Main 之后，我们需要注意的几个键值对有这个 Default Page URL， 还有这个 Start Page。那么这两个键所对应的值呢，指向的是你的 IE 浏览器启动时的那个页面，就是你的 IE 的主页吧。如果你发现这两个值不是你想要的值的话，请把它改回到你想要的值。那么这个 Default Search URL 还有这个 Search Page 对应的就是 IE 浏览器右上角那个搜索框所使用的搜索引擎的 URL。如果你发现这个值不是你想要的，那也请更改它。另外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展开 HKCU Software， 下面有一个 Policies， 里面还有一个 Microsoft。那么如果发现这个 Microsoft 下面还存在有一个 Internet Explorer 的子项的话，请把这个文件夹连带右边的东西一起删除掉。好，那么关于如何自动化解决的话呢，我只能说，因为这个涉及的面似乎在这个时代，也就是2022年已经不是很广了，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不做自动化介绍了。如果说你想看的话呢，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我看有多少人点赞或者是多少人留言的话呢，那我再另外做一期，本视频就不详细展开讲了。好，那么说一下最后一种方式。最后一种方式呢是使用守护进程。如果你使用了前3种方式依然没有改变你的浏览器的主页的话，那么恭喜你，你大多数情况都是遇到了守护进程这种东西。那么你问我怎么解决守护进程的话，我只能告诉你，它都已经上守护进程了，那么你的系统应该已经千疮百孔了。我建议你还是重装系统比较好。OK，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如何手动的来解决你的主页被锁定的几种方式。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将会告诉你如何自动化的来解决它。不要走开，精彩还在后面哦。好，欢迎回来，这里开始告诉你如何自动化应对前2种浏览器主页劫持。那么首先是第一种桌面快捷方式。在 Windows 中，桌面快捷方式有2种，一种是 LNK， 一种是 URL。那么像我桌面左边这一堆呢，就是 LNK 快捷方式，右边这一堆呢就是 URL 快捷方式。我们来打开它的这个属性，分别来看一下。OK， 把它们的属性摆在一起的时候呢，可以看到，那么 LNK 快捷方式所指向的是以目标来体现的，这是一个 EXE 本地文件，上面写着它的完整的一个绝对路径。那么 URL 呢，它的目标是体现在 URL 这一栏里面，它是一个特定格式的一串文本，前面是协议，然后中间是域名，后面是请求路径，或者是跟上一个可选的参数。当我们把中间这一段 URL 替换成一个本地文件的路径的时候，那么它就拥有和这个 LNK 相似的能力，它也能够打开本地文件了。但是在我之前的实验中呢，使用 URL 文件来修复我们被劫持的快捷方式呢，总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来操作 LNK 文件吧。但是在 Windows 中呢，原生能够操作 LNK 快捷方式的似乎只有 VBS 脚本，所以让我们来编写一个 VBS 脚本来完成我们的操作吧。打开你的文本编辑器，无论是 VS Code、IDEA 还是记事本，只要它能够打字就好。如果你和我一起使用 VS Code 的话呢，在开始之前，你可能需要先安装一个叫做 VBScript 的插件。这个插件呢，我主要贪图是，首先它有一个语法高亮，然后它能够把我正在编辑的这个文件标记成 VBS 格式，这样在保存的时候能够不用再额外输一个扩展名。OK， 让我们新建一个文件，点击选择语言，我把它标记成 VBS。原生是没有 VBScript 这个选项的。只有当你安装了刚才那个插件，它才会有。那么在开始之前，大家还记得刚才我所说到的，我们如何手动去修复这个出了问题的快捷方式吗？如果已经不记得的话，不妨和我一起回忆一下吧。我现在先写上注释，
以便理清我后面的思路。首先，我们先删除出现问题的快捷方式，然后呢，我们再新建一个干净的快捷方式。总体来说，其实就是这2步，但是这2个大步骤里面，其实还有一些小细节。比如说，你要删除一个出现问题的快捷方式，其实它操作的本质就是删除一个文件。那么我们删除一个文件之前，是不是先要获取这个文件的路径？获取到文件的路径之后呢，我们要对它进行删除操作。同样的，创建一个干净的快捷方式呢，首先我们要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找到这个快捷方式所指向的目标。找到它要指向的目标之后，我们要新建一个这个快捷方式的对象，先新建在内存里面。等我们对它的属性全部填写完成之后，再写到我们的本地磁盘上。创建完快捷方式的对象之后，我们要设置它的属性。一个快捷方式会有什么属性呢？我们可以打开一个快捷方式来看一下。一个快捷方式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它的目标。如果一个快捷方式失去了它的目标，那么它就是一个无效的快捷方式。其次，一个快捷方式比较重要的，能让它有清晰的辨识度的是什么东西？是它的图标。我们可以点击更改图标，看一下它所指向的这个其实是它本身所指向的那个目标，那个 EXE 里面自己带的这些图标集合。好，那么这个快捷方式属性的第2项就是设置图标。那么我们还可以对这个快捷方式干什么呢？设置一个备注。什么是备注？当我们把鼠标指针指向这个快捷方式的时候，在我们指针的后面会显示出一小行提示性文字，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备注。我们就设置这几个属性就好。如果大家想的话，还想设置其他属性的话呢，可以去查一下微软的官方文档。那么完成这个设置之后，我们把它保存并写入到本地磁盘。先 Ctrl+S 保存一下这个文件先，我保存到桌面。我把它叫做 fix shortcut。OK， 那么这个注释框架搭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顺着我们的思路去写这个脚本了。那么我们先来删除出现问题的快捷方式。那么删除出现问题的快捷方式，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文件的路径在哪儿。一般来说，我们的快捷方式是出现在桌面。那么桌面的路径一般是 C users 你的用户名，然后加上 desktop， 最后接上这个快捷方式的路径。那就是这个文件的完整位置。但是我在以前的视频里面我也提到过，使用绝对路径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因为适用于你的绝对路径不一定适用于其他人。那么我们一般是怎么样寻找我们的桌面呢？我们一般是使用系统已经定义好的环境变量。在以前的视频中我提到过，在 BAT 脚本中，通过查询注册表或者是使用 user profile 这个约定好的变量去获取到你的桌面路径。但是呢，这是 VBS 脚本。那么 VBS 脚本我们需要用什么方式来获得桌面呢？跟着我来写。首先，我们使用 create object。create object 后面写上一个对象 wscript.shell。wscript.shell 这个对象是 VBS 内建的一个特别特殊的对象。那么它创建它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操作一些文件啊，操作注册表啊，操作用户变量。对，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操作用户变量。还有它后面也可以操作一个快捷方式，这个也是我们所需要的。OK， 那么把这个对象新建出来之后，我们需要一个变量来接收它。我们输入 set， 我把它叫做 ws。那么这个 wscript.shell 这个对象被新建出来了，我们如何让它去获取我们桌面的路径呢？也是很简单 ，ws 点 ws 这个对象后面有一个特殊的方法，叫做 special folders。special folders 是什么呢？我们点开此电脑，然后点开到你的用户路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文件夹它的图标不是黄色的，那么这些就是定义好的 special folder， 它们都是特殊的文件夹。那么桌面这个文件夹是哪个呢？顾名思义就是 desktop。那么 ws.specialfolder desktop 它会返回我们桌面的绝对路径。这个绝对路径就不是你自己生硬的写上去的那个绝对路径，这是系统变量里面约定好的绝对路径。我们使用一个变量 desktop 来接收它。如果你还是不信任这个方法能不能返回正确的路径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个 message box 来回写一下。好，
保存一下，我来执行。这个叫做 fixshortcut.vbs。来，我们来双击这个脚本执行一下。看，它现在在桌面上显示了我的这个桌面的路径 C uses chemical fiber desktop， 它是对的。那么接下来获取到了这个桌面的路径之后，我们就进行删除操作。但是删除操作这个 wscript.shell 并不能做到，那么我们需要用另外一个对象来做，它叫做 scripting.filesystemObject。重复同样的动作 ，create object， 然后在里面填上 scripting.filesystemObject， 我把它定义为 FSO set FSO 等于 create object scripting.filesystemObject。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有些这个对象我需要用 set， 有一些变量我这里并不用 set 呢？请注意 desktop 它返回来了，其实是一串纯文本，就是字符串，字符串是不用 set 的。但是像wscript.shell 还有 scripting.filesystemObject 这些是含有方法的一些实例化对象，它是有属性有方法能操作其他东西的，那么我们就需要 set 一下。好，那么新建完能够操作文件的对象之后，我们使用 fso.deleteFile。那么顾名思义，它是删除一个文件的一个方法，一个行为。在这个括号里面，我们传入我们需要删除的文件的路径。首先是 desktop， 然后拼接一串字符串，是我先弄一个。假如说我复制一个副本出来，这个副本是出了问题的快捷方式，我复制它的名称，然后填写到这里。好，不要忘记，它还有一个后缀名是 lnk。好，保存。接下来我们可以去实际执行测试一下，但是在执行之前，请注意你右下角这里有个文本编码，请把它更改为 gbk。我们来测试一下，双击 fix shortcut。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个什么问题。OK， 是我的单词写错了 ，script scripting。好，再来试一次，看起来没有什么反应，反而是这个图标消失了，也就说明这个脚本是有效的。那么删除完出现问题的快捷方式之后，我们来新建一个干净的快捷方式。第一步呢是先找到一个快捷方式所指向的目标。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原来我们所指向的目标到底在哪里？不难发现，通过观察地址栏，我们可以发现原来的 Edge 我这次是拿 Edge 举例，如果你是用 Chrome 或者是其他浏览器的话，自行变通一下。那么可以观察，其实它是安装在 Program Files x86 这个文件夹下的 Microsoft Edge Application 这个目录下面。那么请注意 C Program File x86 这个是一个绝对路径。我刚才说了，我们尽量要使用环境变量里面约定好的。那么 Program File x86 呢，它也有一个约定好的环境变量。这次我们用另外一个对象来获取这个环境变量。wscript.shell 这个对象点 expand environment strings， 在里面传入 Program File x86。这次我用 program 来接收它，我们可以回显一下。我先把这一段注释一下，因为那个文件已经没了。OK， 来测试一下，我们能不能正常的获取到这个 program 这个目录。OK，C Program Files x86， 我们能够获取到这个环境变量了。那么获取到这个环境变量之后，继续继承它后面的路径 ，Microsoft Edge Application， 把它复制下来，先写到注释里面。然后再把这个程序的名字复制下来，好，写到注释里面。然后我们开始拼接路径，并创建在内存里面的快捷方式对象，使用 ws.createShortcut。这个时候它会生成一个实例化的对象在我们的内存里面并且等待我们的操作。这个方法行为的参数是一个路径。那么首先我们传入 desktop， 加上你要把它建立在桌面，并且给它一个名字，我叫它 new shortcut， 别忘记它的后缀名 lnk。 OK， 请注意快捷方式呢，这个对象它是有属性的，所以说我们需要使用 set 来接收它。
我把它叫做 LNK。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设置它的属性，它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找到了，它的目标是在 C 盘的 Program Files x86 Microsoft Edge Application MS Edge。我们来拼接它，定义一个变量叫做 Target。拼接一下它的路径 Program， 然后加上我们刚才所找到的这个主程序的路径。千万不要漏掉这个分割符哦。得到的这个 target， 现在它只是在这个脚本里面的一串文本。那么我们现在要把它设置到这个快捷方式对象里面，我们使用 lnk 点 target path 等于 target。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把 target 这串文本给到 lnk 快捷方式这个对象里面，成为它的属性之一。设置图标，那么图标的话，它还是有点讲究的。我们先来手动设置一遍图标，点击更改图标。我们说图标它其实就是快捷方式所指向的目标，那个程序里面所含有的一些图标集，每一个图标它都会对应一个标号，我们叫做索引。第一个是0号，第二个是1号，以此类推。比如说我现在不要 Edge 原版的这个图标，那么我们这样数0、1、2、3、4，我想设置一个这样的图标的话，我们就要给它一个叫做4的索引号。一样使用 lnk 点 icon location。icon location 里面首先需要传入它的这个你要指向的那个文件的位置，我们指向的是它的 target， 然后加上什么？加一个逗号，后面跟一个索引。其实这个索引是可有可无的，如果你没有这个索引号的话，它默认是0。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要设置第4个，所以我们给一个4。最后我们设置一下这个快捷方式的备注 lnk 点 description 好像是注解的意思吧，我叫访问互联网。 OK， 这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解释，对吧？最后一步，保存并且写到本地磁盘，我们使用 lnk 点 save。 好，这样一通脚本执行下来之后，我们的这个快捷方式就会被保存并且写入到我们的本地磁盘里面了。 OK，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先把这个出了问题的快捷方式先给你复制出来。好，那么请注意观察这个位置，我现在要双击这个脚本，似乎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们来检查一下。原来是这个位置，我忘记拼接这个文件了。那它现在应该是跑到我的用户目录下面去了。粗心真的是害死人啊！看，它出现在这儿。好，我把它删掉，再来一次，来复制这个出了问题的东西，然后双击这个脚本。好，它消失了。我不信，刷新一下，它就消失了。然后这个时候新建了一个叫 New Shortcut 的东西，并且它的图标是4号索引上的那个图标，然后它的注解是访问互联网。我们来打开一下这个快捷方式，可以发现它能正常的打开我们的 Edge。那么至此，我们这个通过脚本修复被劫持的快捷方式就完成了。讲完如何修复被劫持的快捷方式之后，我来教大家如何修复被劫持的浏览器配置。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Edge 浏览器的配置呢，其实就是已经是一个被劫持的状态。那么现在启动时，它会打开这个 321c.com。那么其实解决这个被劫持的浏览器配置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的这个 Chromium 系列的浏览器的配置文件呢，全部都是存放在一个特定路径下面的。这个特定路径呢，就是你的当前用户的数据文件夹，它是在 User Profile。OK， 我先展开一下，我先把隐藏的项目打开。那么 User Profile 这个路径下面有一个叫做 App Data 的隐藏文件夹，我们进去之后点击 Local。那么请注意 ，Microsoft Edge 为举例的话呢，它浏览器的数据和配置放在User Profile， 然后 App Data。Local 下面有一个 Microsoft， 再进来有个 Edge， 点开之后似乎什么都没有看到，就看到一个 Local State， 实际上这里面隐藏了一个叫做 User Data 的文件夹，我们通过 CMD 来把它显示出来。我们知道 CMD 里面使用 dir 命令可以显示当前这个目录下的所有东西，但是我现在使用 dir 这个命令似乎并没有显示那个 User Data，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 dir-a 把它显示一下。
大家可以观察到这里有一个 user data， 那么我们 cd 到这个 user data 里面，然后 start 点，在资源管理器里面打开它。OK，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 Edge 浏览器的所有配置。同理 ，Google Chrome 也是一样，我们同样回到 Local 下面有一个 Google， 双击它，然后进去有个 Chrome 的话呢，它就老实一点，它并没有把 User Data 这个文件夹给隐藏起来。OK， 说了那么多，刚才我所说了，这个浏览器的配置被劫持了，那么修复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硬核的把它重置掉。如何硬核重置呢？答案就是把它直接删除。那么如何删除呢？首先我先把这个 Edge 还有 Google Chrome 完整的结束掉，这电脑有点卡。这样单纯关闭浏览器的话，并没有把它完全结束掉哦。我们还要检查一下我们的任务管理器。OK， 把浏览器的相关进程全部结束掉之后呢，我们来删除掉这些配置。那么先删 Google 的话，直接把这个 user data shift 加 delete 删除掉。Edge 的话呢，似乎没有办法通过手动删，那其实我们可以通过 CMD。先回到上一级目录，然后使用 del-s-f-q， 然后user data， 好 dir-a 看一下它还在吗？它似乎还在，进去。del 的话呢，好像只删文件不删文件夹。对，里面的文件夹还在。我们回去，使用 rd 命令把它删除掉。目录不是空的。rd 我看一下参考啊。好 rd-s， 然后安静删除-q， 然后 user data， 然后 dir-a 看一下。好，那么 user data 这个文件夹已经被我删除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删除了两个配置文件的删除了配置文件的这两个浏览器。这个时候我们再启动一下，看看它有什么效果。神奇的一幕出现了，这个浏览器呢，它变成了我们还没有开始使用刚安装好的那个样子。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一些设置我们先进行设置，然后进入浏览器之后，我们再进入浏览器的设置页面。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刚才那些被劫持的配置已经完全消失了，你的浏览器就像新的一样。同样的 ，Google 也是。同样的，我们启动 Google Chrome， 可以看到这个大小的窗口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安装好 Google Chrome 浏览器的那个样子，它显示了 Chrome Welcome。好，我们刚才说了手动删除这个配置，那么我们要如何让脚本帮我们自动化执行这个进程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只要在这个脚本后面加上2句话就好了。回到我们的这个脚本，在后面，首先我们要知道那个配置文件到底放在哪儿。我们说了，它是放在 user profile， 然后跟上你的浏览器特定的这个配置文件夹的位置。我们这里依然是拿 Edge 来举例，我们去找一下 Edge 的这个配置到底放在哪里。首先是 C users， 然后我的名字 app data local， 有一个 Microsoft Edge， 然后这里会有个 user data。为什么我这个外面的物理机系统它就显示在虚拟机里面它不显示呢？好，不管了。那么我们先定位一下上面这一节。首先前面这个是 user profile 环境变量，后面这一节是我们它自己定义的一个稍微绝对的相对路径。OK， 我们先把它贴到注释里，然后我们来获取一下 user profile。那么获取 user profile 跟上面这个通过 expand environment string 这个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先把这个环境变量替换成 user profile。其实不用在意大小写，因为 Windows 的环境变量是不区分大小写的。好，我们把这个变量的名字叫做 user profile。那么得到了 user profile， 还有上面这个浏览器数据目录还忘了 user data。好，这个才是它的完整路径。OK， 那么得到 user profile 还有这个 user data 配置文件夹的位置之后，我们就要对这个配置文件进行一个删除操作。重置浏览器配置，我们进行删除操作。我们使用 FSO， 就是那个操作磁盘文件的对象，点 delete
folder 删除文件夹。那么顾名思义，它就是删除文件夹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拼接一个路径了。我们要删除的是什么？拿 Edge 来举例，我们是要删除这个 user data。那么我们就先把前面这个 user profile 给它放上去，然后再拼接后面这一串。稍微调整一下这些格式，保存。那么这样就完成了。测试的话呢，我准备放到虚拟机，因为我可不想重置我外面物理机的这个浏览器的配置，因为我有些收藏夹是吧，我还没有备份。好，那么我们把它放到虚拟机里面看一下能不能行。好，那么我把刚才这个写好的脚本呢弄到了我的虚拟机里面。来，现在先来看一下这个浏览器啊，我通过这个虚拟机的快照方式把它还原到了它一开始被劫持的状态。可以注意到它这个配置是被劫持了。好，那么我现在通过任务管理器结束掉浏览器的进程啊。那么请注意的就是这个 Edge 浏览器还有 Chrome 浏览器呢，它刚开机的时候它的进程是不会启动的。那么其他像360啊，或者是搜狗猎豹那些 Chromium 内核的浏览器，它会不会开机启动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好，都结束的差不多了。那么在开始之前，我先编辑一下这个脚本。因为有些东西，有些还是要按照这个当前这个虚拟机的情况进行一些改变，对吧？好，首先我要删除掉假设原来这个快捷方式就是出现问题的快捷方式，那么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快捷方式的名字改一下 ，OK， 然后这里有个 New Shortcut， 那么我把这个 New Shortcut 呢重新改为 Microsoft Edge。那这样人家就看不出来你把这个快捷方式修过了。但是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它这个备注啊，首先外面的这个备注，原来的备注是浏览 Web， 我把它改成访问互联网。好，请记住现在的状态，它的配置是被劫持的。那么现在我开始双击运行这个脚本。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标就已经变了哦。我刚才忘记了改那个索引了，大家如果要用我这个脚本的话，一定要把那个4号索引改回到0号索引，不然的话就会变成我这个图标上面有个 CAN 了。OK， 让我们打开这个浏览器。好，那么通过我们这个重置脚本，可以发现我们执行了那个脚本，修复了我们的快捷方式，顺带的还把这个浏览器的配置都给重置了。也就是说，这个脚本已经完成了。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如果你是封装系统玩家的话呢，那么你就把这个脚本放到这个自动化程序调用中。那我来演示一下，还有一些有可能遇到的问题。OK， 我们使用这个会劫持我们浏览器配置的东西虽然说我挺不想用它的，但实际上，也就只有让它劫持一次，然后我们再修复，才能体现出我们这个程序的能力，对吧 ？OK， 我们回到计划任务这里。首先，这个脚本的执行时机是进桌面，因为我之前在52破解论坛上，还有其他一些论坛上，发现这个封装工具它它劫持你这个主页的时候，是在进桌面之后拉起一条进程去劫持你的配置的。废话不多说，我们点击浏览，好，然后来到我们这个桌面，发现我的脚本去哪儿了？大家可以看到，它支持调用的其实只有 exe、msi、bat 还有 cmd。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得额外写一个脚本去调用这个 fix shortcut 才行，或者说呢，你可以用一些编译工具把这个 VBS 脚本呢编译成 exe， 也没有太大问题。那么我就来演示一下如何使用这个脚本来拉起你的这个 VBS。好，打开记事本，然后这里是 UTF-8是吧？好，那么我先保存一下先，方便起见呢，我就直接存桌面了大家千万不要学我好，保存为所有文件。然后就叫做 call.bat。OK， 请注意编码这里一定要选 ANSI 重要的事情说3遍ANSI 编码。好，这个时候我们选择 call， 然后点击打开，那么 call 这个脚本就被载入到这个计划任务里面了。我们点击添加任务，然后回到这个 call 的记事本，我们输入1斜杠，然后输入我们这个 VBS 脚本的名称，这个 VBS 脚本的名称叫做 Fix Shortcut 点 VBS， 保存之后就这样就完成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以后我们要封装系统的时候呢，就直接把 Fix Shortcut 和 Call 放在一个
封装系统完成之后也不会被删除掉的目录，然后调用它啊。最后如果说你是说做完之后还不想留尾的话呢，可以编辑一下这个靠脚本，然后在这里加上2句话，一句是 dlf dl-s-f-q， 然后1.1斜杠这个 fix shortcut 点 vbs， 首先要把 fix shortcut 点 vbs 删除掉，然后再删除自己0%，这样的话你即使就是你修复完了这个主页之后，你也不会留下这2个残留文件。那么如何通过重置浏览器配置的这个修复浏览器被劫持主页的这个教程就到这里。但是先不要急着关掉视频大家是不是还有疑问？就是说如果我之前对这个浏览器进行一些深度定制，比如说改了浏览器主题我们知道B 站或者是其他一些地方会有那些所谓的定制主题，对吧？那么定制主题的话，就会对这个浏览器的配置进行定制。那么我们如何说既要防止劫持，又要保留我们的定制配置呢？好，那么现在不要走开，马上就来教你。那么从这里开始，我就告诉你如何去保留你的配置，同时防止劫持。其实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你原来的配置打成一个包，在它劫持完你的配置之后，你再拿原来的配置再重新强写覆盖掉被劫持的配置，那样就完成了。那么如何把你的配置打成一个包，然后释放回去呢？其实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使用 WinRAR 制作自解压格式。那么同样的，我们先去浏览器的配置文件夹，我拿我外面物理机的这个配置来做一个演示那我物理机的这个 Edge 呢是有一些收藏夹了有收藏夹，有一些书签其他的话我就没做太深度的那些改变首先在打包之前一定要首先安装一个 WinRAR 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什么要安装 WinRAR。然后呢，再把这些相关的 Edge 的这些进程全部结束掉。如果你不结束掉的话，等一下可能会遇到某些文件被锁定，无法打包的那种奇怪情况。好，完成之后，我们对 User Data 如果你不显示的话呢，你就得另外找办法把它显示出来总之想办法把它显示出来就好了。那么点击右键 User Data， 点击添加到压缩文件。好，那么在这里勾选创建自解压格式压缩文件，然后转到高级，点击自解压文件选项。那么这个位置呢，你就要填一个解压路径，解压路径请务必和原来的保持一致。那么 User Data 它原来的文件位置是什么呢？答案是User Profile， 然后跟上这么一串。我们先复制后面这一串，好，然后在前面填上 User Profile 这个环境变量。下面这些选项其实你可以不用管它，然后我们转到这个模式。那么模式这里大家选择全部隐藏，因为悄悄的替换你原本的配置其实并不需要引起用户的特殊注意。那这里就是为什么我推荐大家使用 WinRAR 的原因，因为只有 WinRAR 才拥有这个绝对安静的这个选项。然后我们选择更新选项卡，在这里覆盖方式里选择覆盖所有文件，把原来被劫持掉的配置全部覆盖回你原来的那个干净的配置。最后点击确定，然后点击这个确定，开始创建你的自解压。OK， 我之前这里呢已经创建好一个自解压了。那么现在我拿进我的虚拟机来测试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虚拟机依然我是通过这个快照方式还原到了被劫持配置之前的样子。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是没有收藏夹的。同样的，把我的那个 user data 给弄进来。好，那么我把这个刚才已经打包好的 user data 这个自解压给弄进来。千万要记住，在开始之前，先把你的所有的这个相关的浏览器进程全部结束掉。或许这个结束进程并不需要手动那么麻烦，因为我记得在之前的视频里面，我好像告诉过大家可以使用 CMD 脚本，就是那个用 Task Q 就行了，对吧 ？OK， 结束完了。那么我们现在双击这个 User Data， 稍等一会儿。A few moments later， 好，应该差不多了。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打开 Microsoft Edge。好，大家可以看到，有些东西还是有问题的那就说明我刚才还没有等够时间。好，我再重置回去，再试一下。
later. 好，结束这个浏览器进程，我们再来一遍，双击这个 user data 开始替换我们的配置。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个任务管理器啊，如果这个 user data 它这个进程消失的话，就代表我们的配置已经替换完成了。怪我太年轻啊，年轻人没有耐心，对吧？我们要静得下心来，等它把这个配置全部替换完成。好，那么我们就静静的等待它吧。2000 years later. 好，那么这个 user data 这个进程消失了那么我们的配置应该就已经替换完成了。我们打开这个浏览器看一下 ，OK， 可以看到这些东西都是我在外面物理机的当时打这个包的时候那个浏览器书签这些我还是没有整理过的。那么这个 exe 的用法呢，也是跟刚才那个 VBS 的脚本的用法一样，也是放到 SCPT 的那个计划任务里面，让它在进桌面之后执行就好。如果想删除这个的话，一样是通过那个 BAT 脚本使用 DALFSQ， 然后再输入这个 user data 这个自动压缩包自解压缩包的这个路径，把它删除掉，最后再删除掉那个脚本本身就 OK 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演示一下既重置你的浏览器快捷方式又重置你的配置，然后把你自定义配置写进你的浏览器的整一个完整的这个封装和修复的过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稍微改动一下我刚才写的 Fix Shortcut 这个VBS 脚本。那么我要让它悄悄的，就是说让用户观察不到我悄悄的把这个快捷方式修复。那么我把修复前和修复后的快捷方式都命名为 Microsoft Edge .lnk， 但是我只是改动了这个 description。然后呢，我还写了一个收尾脚本，就是当我把这一切都完成之后把这些残留的文件都清理掉的这个脚本。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启动这个会劫持你浏览器配置，会劫持你浏览器主页的这个封装工具。在目标系统这里呢，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给干掉，这些都删掉。好，然后后面这些好像没有什么最主要的是计划任务这里选择进桌面，然后把我们的那个 CMD 脚本给 call 出来就好了。这个 call.bat， 好，点击添加任务，请注意它的执行时机是进桌面好，我们点击系统封装，然后选择封装后重启计算机。我们点击开始封装来模拟一下封装并且安装好计算机这个系统之后的样子，一起来见证奇迹吧。好，那么擦屁股完成。我们现在打开这个浏览器看一下，大家可以发现这个浏览器的快捷方式这个 description 已经变成了访问互联网，它原来是浏览 web 的。OK， 那么这些用户配置也被强制替换成了我外面物理机的那个配置，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方法是有用的。好了，那么以上就是如何拯救你的浏览器主页的这个整个视频完整的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支视频还不错的话，请帮我点个赞，再顺便点一下关注或者订阅，一并在小铃铛边上按下通知，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更新了。如果大家对 CMD 和 PE 处理脚本编写感兴趣的话，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和我分享你们的心得、体会和经验。如果这个呼声比较高的话，我可以考虑出一系列 CMD 和 PE 处理命令讲解入门。你们的每一条留言我可能不会每条都回复，但我肯定每一条都会去看。如果你还想学到更多关于系统封装的知识的话，可以点开我的主页去看一下封装系统的骚操作系列视频。如果你并不了解什么是系统封装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做的系统封装教程。如果你还想和我们一起交流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我们的群聊。那么我是化学纤维，我们以后再会。